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电源的一个设计。我把这块先调整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幅面选择 A1。好，我们开始上课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设计无人机的电源系统。我们把这个地方调整一下，原理图电小，我们选择 A1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画。电源的话，我们首先用的是短包的锂电池。软包电池的话，首先要有2条线，把它连过来。我们需要从 Library 这里找一下2个口的连接器。至于 Outing Designer 这个软件是怎么使用的，如何在工程文件里面添加和制作元器件的原理图库，或者是 PCB 库，这些都不是我们讲课的重点。对于初学者，可以从网上 download 的一些教程下来自己学习一下。那么电池是分正极和负极的，我们需要从库里找一下2个端口的连接器，这个 Head 2，这个是的，还有4口和6口的，我们都把它拖进来，放在这里好了。好，这是破，我们先做一下调整。这就是2针脚的连接器，或者叫做插座。那么一般呢，外面的电池连进来就插到这个插座上，上面这个针脚我们命名为正，下面这个针脚我们命名为负。我们找一个电源符号 VCC， 我们把它用导线连起来。电源的平台电压是3.6伏，我们可以这样表示3V6，这是一种表示方式。另外，由于连接进来的是我们电池，我们也可以用 VBet 来表示。OK， 那么这样电池的正和地就引入到泄露板里面了，用来给它后面的电路进行供电。因为我们要设计无人机电源系统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绕不开电池本身。我们来看一下软包的锂电池。它的电压范围，我们说充满的时候它是 4.2 伏，切压保护电压是 3.0 伏。那么我们来看它的容量是多大呢？是550毫安，充电的时候是2C，C 就是库仑的意思嘛。放电是25C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折成电流是多少， 2C 乘以一个 0.2 乘以 0.55， 2C 乘以一个 0.55， 因为把它化成一个安时，不是毫安时，等于 1.1 安培，这是它的一个额定的充电电流。但是我们为了充得快一些，我们可以选一个 1.5 安，问题也不大。充电的电流越大，电池就充得越快。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事情，你要看一看充电的时候电池会不会发热。如果在充电的过程中软包电池出现过热的话，那么它就会鼓包，这样也是不行的。放电电流25乘以 0.55等于 13.75 安培，这是它的一个放电电流。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放电电流的话，它能不能满足我们目前无人机的需求呢？实际上一开始我们也是不知道的，但是我们根据负载的情况，比如我们无人机设计完了之后，包括这个电机的功率，包括其他各个电路的功率确定下来之后，我们就知道了在额定的情况下这个电流是多大，在极加速的时候这个电流又是多大。一般我们电机的电流不会超过电池的最大放大电流，如果超过了，这个时候它就属于过放电的状态，电池过放电，电池就会容易损坏，电池就会坏。这个与我们整个无人机的一个设计参数有关。我们这里的无人机，它的最大电流是不会超过电池的最大放大电流的。我们这里的无人机电机电流的最大在12安培左右，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满足我们设计的要求的。好，我们 VBet 有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这个线性整流部分的设计。VBet 的电压范围我们知道是 3.0 伏到 4.2 伏，而我们单片机呢，
它的电压范围是2伏到3.6伏。这个单片机我们已经看到过了，单片机的 datasheet 上已经写了，它的供电范围是2伏到3.6伏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 LDO 线性整流电源，让它输出3.0伏给这个单片机。因为我们的电池最低电压只能是3.0伏，再低的就要进行气压保护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开始做一个3.0伏的 LDO。为什么要用线性的 LDO 呢？这是因为 LDO 两端的压差要求很低。我们来分析一下，我们这里的电池充满的电是 4.2 伏，而我们现在输出是 3.0 伏，所以说它的两端的压差很小，适合做这个 LDO。另外，我们说 LDO 的电流在几百毫安，通常 ST 的单片机在所有模式模块都开的情况下，它的电流不会超过100毫安。正常 PCB 板上外围电路的负载，正常设计的时候也是不要超过100毫安，这就是200毫安了。但是我们说我们的无人机还有很多的传感器，传感器的耗电量其实是蛮大的。你看我们这里这么多的传感器，比如说 GPS、光流、超声波等等，差不多也在100毫安到200毫安左右。这样我们把所有的耗电量累加起来，总电流按400毫安进行设计。所以我们在 LDO 设计的时候，需要 LDO 承受400毫安这样的电流，这样我们的需求就出来了。需求出来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搞一个 LDO。LDO 的话，我们这里已经有了，我拷贝一个出来，把它放到这里。它有一个输入端，也有一个输出端。这种 LDO 的话，它有好几种电压范围，从2点几伏到3.3伏都有。我们这里选的是3.03伏的 LDO 的内部，我们前面视频已经讲过了。它在内部可以调级，通过运放，通过一个电流放大，实现电压的调节。如果我要实现多大的电压，我就可以通过电阻的分压方式反馈放大，调整多少。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，它就做成一个固定电压值的 LDO。这个芯片它已经都做在里面了，不需要我们在外围再去接反馈电阻什么的，不需要这些进行一个设计。那么我们就把它连起来，这个 feedback 肯定要输进来，这个 GND 角肯定要接地。那么这里的话肯定就有一个输出，这里就是一个输出的话，我们说是3伏，所以我们这里放一个 VCC 3伏的一个 VCC。我们说一般有电容的地方就需要加这个电容，我们在 LDO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电容，我们在这个 LDO 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电容了。一般呢，像这种地方的电容呢，由于我们输入的电流是在400-500毫安左右，这个电容可以适当的取得大一些。电流是400-500毫安的话，我们取100微法左右的电容就可以了。当然也有选的小的，选的小的话，它的纹波会大一些，但是呢，它便宜，对不对？100微法的电容啊，它的体积大，装在无人机上面可能卸得比较大。这里我们找一下这个电容，就是这个 keep 放进来，这里是10纳法，这是100匹法，这个不对的，这个是10纳法，但是我们取104也行，把它们连起来，那么 OK。一般这种电流300毫安级别的话，电容可以适当取得大一些。另外，4.7微法的电容和10微法的电容，它们的效果是差不多的，我们可以给它们来个100微法。好，但是我们知道输出也要有一个电容，直接从这边拷贝过来，放到这里，这里是104，这是100微法。电容取这么大是必须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后面给单片机啊，给那些器件、陀螺仪啊，包括其他那些传感器供电，电容还是大一点比较好，至少要100微法，因为它有300毫安的电流。我们看 feedback 还要给哪些供电？比如马达这个地方需要给马达一个供电，因为马达需要的电流是比较大的，所以说一般马达上面的电流啊，是不可能经过 LDO 之后去供电的，
那么马达上面的电流都有多少安培？是不是直接是给母线电压，由电源直接供电？而这里的电源就是电池，所以我们直接过来给马达进行供电。那我们想想看，因为马达上面它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流，所以说这个 feedback 上面的这个电容啊，也需要把它弄得很大。我们把这个往外拉一拉，那么这个地方就需要用2个大电容，我们把它放进来，2个大电容，电流是安培级别的。那么这地方电容我们可以举得大一点，比如说是330微法，330微法的电容，无论是体积还是容量都是很大的了。我们还需要一个耐压，电池最高电压是 4.2 伏，所以这里取10伏就够了。10伏耐压值属于最低级别的范围了。那么104，一般呢，这种如果是磁片电容的话，正常它都是承受一个50伏或者63伏这样一个耐压，这是标准的，这个也是10伏的耐压，这个也是10伏的耐压。好了，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无人机板子上能不能放这么大的电容。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，我们要考虑用几个小电容并联，如果能放的话，我们就放这样一个电容就可以了。还有这样一种情况，这是电容，这是另外一个电容。当板子很大的时候，这个距离就拉得很长。说如果这里距离很远的话，那么我们建议这一块和这一块同时都要放，因为距离特别远，走线特别长的话，线路上是有感抗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后面突然需要一个很大的电流，那么这根导线上它一下子短时间内走不了这么大的电流，这个时候就需要靠电容去给后面电路供电，实际上就是说会让电容的电压下降，对不对？那反过来，如果这根很长，当然我把这个图画的夸张一点，这就很远了。那么由于这里很长的导线会有感抗，所以这个地方它的内阻就会大。OK， 那么这种情况，这个点的内阻就会增大。如果想让它内阻减少的话，我们这个地方就要增加一个电容。如果没有这个电容的话，比如我把这电容拿掉，没有这个电容的话，我们说它的内阻很大，对不对？那么内阻大了怎么办？我们就说要把这个点的功率提高。这个点的功率要增大的话，实际上就是让它的电流要加大，因为电压是不变的嘛，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。由于电压不变，所以说需要电流增大，对不对？为了增大电流，实际上就需要把这个点的内阻降低，内阻要减少，这样才能让这个内阻减少，就需要额外的放一些电流在这上面。那么电容它具有储存电能的能力，对不对？这电容上面具有储存电能的能力。那么如果前面短时间里面或者在1微秒、1纳秒不能提供这么大电容，那么电容里面储存的电就会往后去放，作为一个补充。既然往后去放，这个点的电流它就不会减少，对不对？既然不会减少，说明它的这个内阻变小。内阻减少，相应的它的电流就增大，也就是把这个点的功率提高了。所以说电容在这里面把内阻阻抗变小了。如果你这里取一个点的话，这个点应该说它的内阻是比较大的，这是因为它电容能够帮忙放电，是吧？降低了它的一个内阻。那么如果我们画的这个板子，比如说它很小，这是我把它放到这边来。如果说这个板子比较小，那么它这个线就没有这么长，它的线比较短。假设这只有这么短，刚才那个是很长的，那么这个板子选得很短，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增加2个电容了。OK， 那么就用这2个电容，实际上就可以了。距离长和距离短这里面放的是不一样的。还有我们 layout 版的时候也要注意，我们只有懂得原理图才能把 layout 做得好。对于布线来说，大家想想看，因为我这个电容可以把这个点的内阻减少，所以我这个电容是不是要紧紧地挨着这个
输入端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个电阻把它放到中间点，这里的内阻虽然减少了，但是由于这里线长了，这里点的内阻它又变大，这样显然不行。从内阻的角度来说，这个电容必须紧紧的挨着芯片的输入端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layout 很重要。同样的原理，你 layout 不一样，它的结果也不一样，这完全不一样。OK， 这个时候需要注意了，这个电容它往后的话，它这个点的内阻就很小。好，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电源这一块。当然，具体我们还要考虑焊接工艺。我们说尽量选择贴片，如果用插件的话，那么它的体积比较大。说插件还有个最大的坏处，它必须要用手焊，也就是厚的焊，波峰焊。贴片的话就不用。我们尽量一块板子上采用相同的一个工艺。如果你全是贴片的话，就不要用插件。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选择躺电容，因为躺电容它是贴片的，躺电容它是这个贴片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贴掉。而且躺电容它的这个耐压比较低，那么它体积大一点，我们现在以这个面积可以放它，本来我们这里的电压就低，所以说耐压低的躺电容它容量可以做得大，那么也能够把这个大容量把它做出来。如果一个躺电容做不了这么多，我们可以去并联，这样一个躺电容可以用2个，甚至用3个去并联一起，当然成本肯定也就贵了。好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呢，电容的选择呢，需要考虑贴片工艺。如果全部采用 SMT 的话，或者说是这个回流焊的嘛，就建议使用躺电容，因为这里耐压低，躺电容的容量可以做得很大。同样，如果这个躺电容容量不够，那么建议使用多个躺电容，这样就 OK 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要去注意的。现在我们选择 LDO 芯片的型号，我们这里用的是 FP6131 3伏的，那么实际能不能满足我们之前分析的电流的需求，能不能满足这一块的要求，所以我们就要去读芯片的 data sheet， 硬件工程师一定要去读 data sheet。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打开 data sheet 的文件，它是一个600环 low dryout linear regulation， 它可以达到600环的输出电流。我们回到原理图看一下我们的设计，我们知道从这个 layout， 从这个 LDO 出来所需的电流是400环，它能够达到600环，这就够了。另外我们来算一下它的功率，我们来看输入比贝塔如果是 3.0 伏的话，理论上压降是0，压降如果0，功耗就为0，实际上是不现实的，还是有功耗的。我们要算一下它的最大功耗是多少，它的输入是 4.2 伏，输入是 4.2 伏，输出是3伏，那么它就有 1.2 伏的压降， 1.2 伏乘以400毫安等于 0.48 瓦特，就这么多的功耗。我们再来看 data sheet， 这边是600毫安，对吧？我们可以推断出它里面用的是 MOSFET 管，而不是晶体管。如果用晶体管的话，600毫安的电流，它这个功耗是很大的。我们可以去算一下啊。如果说它这里面是一个晶体管，假如我用一个 P 管的话，我们找一个 P 管出来啊，就用这个。假设我们还要接个 D 什么之类的，反正就让它导通。电源我们选择 4.2 伏的，这里选择3伏的，那么这里选择3伏，其他电容我就不加了。那么我们来看它导通之后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0.3 伏。如果是 0.3 伏的话，那这时候压降是 0.3 伏，我们再乘以一个电流，其实它的功耗是比较大的，对不对？而且你 B 级还有一个电流是吧？所以说功率很大。但是我如果用模式管的话，它两端的压降几乎为0，
这个时候400毫安电流，它呀根本就不怎么热，对吧？如果晶体管的话，它就发热的很厉害。当然，这里面我们说它是线性调节的，你输入电压是 4.2 伏的时候，它输出是3伏，输入别的值，输出也是3伏，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恒定的输入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这个三极管它就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，而是工作在放大状态。类似于这里有一个电阻，我们找一个放到这个回路里面，因为这种 LDO 的方式一般都是工作在一个放大状态，所以这类似于这边是一个电阻，所以这上面的压降很大，所以说它会很热，三极管也会很热。实际上我们说这个管子它是工作在一个放大状态的，但是如果你是 P 管的话，就模式管的话，那么它这个地方不热，像类似这个电阻会发热。好，这个我们就 OK 了。我们再来看 data sheet， 这些都是它的一些特征。我们只要看 1.2 伏到 4.5 伏，就是说它这个调节范围比较大，从 1.2 伏到 4.5 伏都有。我们现在选的是3伏的这个，它的封装是 SOT23 封装。 SOT23 其实已经很小了，是吧？芝麻管大小，这就是它的样子，特别的小，这个小拇指的指甲差不多1/5或者1/4就这么小。这么小的话，它这个功耗我们可以来算它的一个温度，因为对于热损来说，你的封装越大，它这个温度就会越低，是吧？因为我们说对于这个表面越大的话，它上的面积越大，它就会越低。那么你这个封装越小，相同的这个功率损耗它就会特别大，温度就特别的高。反正封装就这3种，我们就选 SOT23 的封装，因为它小。无人机上面你必须把小放在第一位，轻放在第一位。如果我们公控领域的话，我们肯定把这个放在第一位，因为这样安全可靠，是吧？那么我们来算一下，先往下看，看完之后我们再来算。你看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样子，其实它的内部是一个可调节的，我们来看内部它是怎么调节的。你看它内部一个框图，里面是一个感应电阻，通过这个电流来进行一个限制。如果电流大了，这2个电阻的压降就大，这个压降大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就让它关闭，或者让它电流变小，最好让它关闭。这个的话还有一个温度保护，因为这个太小了，对不对？太小了，这个如果热的话，极温我们说里面的极温一般不要超过120度或者125度，否则的话它就容易坏嘛。所以说小的话它不安全，在这里加个温度保护，温度达到了最大极温就把它关掉，这样它就不会坏嘛。这是个参考电压，这2个电阻分压反馈出来，让它输出一个值。你看这里也有一个 P 模式，P 模式一导通，它的压降很小，所以这个压降就加到这个电阻上面，这就达到它的一个输出。他刚才说到要实现 1.2 伏到 4.5 伏的输出，那么它实际上只要调节这2个电阻，就可以让它输出这个不同的电压。只要调整这2个电阻，就可以输出不同的电压。它只不过把2个电阻在芯片内部都已经做好了，还是蛮简单的。说着它的功率 ，SOT23 封装的话是 0.4 瓦，SOT89 的话是 0.57 瓦，也印证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，所以说它的这个瓦数就大一些，这个瓦数就小一些。我们刚才这边算下来，这个是 0.48 瓦，0.48 瓦超过了一点点。那超过1点行不行呢？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很重要，这个特别的重要。1瓦它可以达到250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是 0.48 瓦。那么我们来看温升，它乘以一个
250等于它的一个温度度数120度，它又达到120度是吧？120度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个什么样的温度。通常情况下它就写了一个极温，都写了一个极温。你看这里这个极温就是芯片内部的一个温度，不是表面的温度。表面你可能量下来温度还没那么高，但是它的温度内部的温度是有这么高的。那么这个120度在我们这里行不行呢？勉强达到那个临界点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想过没有，我们是无人机，无人机是有风的，对不对？无人机有风，因为我们说它的降温方式有2种，一种是增加表面上的面积，第二种是增加空气流通。所以我们这里有风的无人机有桨叶就能够产生风。那么我们能不能用风给它去降温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能不能增加上面面积？如果有风，那么它上面的温度就会很低，温度上不来，那它也就安全了。这叫巧借周围的。那么增大上的面积的话，实际上我们很简单，就是说可以在这个地上面大量的覆铜，把这个面积覆大一点，它就可以增大表面上的面积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采用覆铜的方式。无人机有风，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器件放在有风的这一面。这样子的话，又增大这个上的面积，然后又有风，所以它的温度就不高。那么这么小的器件，我们也能够把它完全用起来。OK， 我们再来看 datasheet， 这2个好了，这下面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对不对？下面是具体的一些基本上不很重要的东西，包括这些特征啊，什么这些东西，包括温度特征啊，温度调流等，你详细研究是可以的。关于这样的曲线啊，我们前面其实讲的已经很多了，再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就可以不用去看。电源这块我们实际上已经设计的差不多了，大家休息一下。